第2章，赞成与反对。在这些事件发生之时，我刚刚结束在美国内布拉斯加州的蛮荒地带进行的科学考察返回。由于我是巴黎自然历史博物馆的助理教授，法国政府委派我参与了这次远征。在内布拉斯加州度过了6个月后，我满载珍贵的矿物、植物和动物标本，于3月底抵达纽约。我原定于5月初返回法国，因此在等待期间，我正忙于整理我的收藏品。恰在此时，斯科舍号事件发生了。我对当时这个热门话题了如指掌，我怎能不知晓呢？我反复阅读了所有美国和欧洲的报纸，但仍未得出明确结论。这个谜团深深吸引了我。由于疑虑未定，我的看法在2个极端之间摇摆不定。毫无疑问，那里确实存在着某种东西。人们邀请那些心存疑虑的人亲自去看看斯科舍号上的伤口。我抵达纽约时，这个问题正处于白热化阶段。一些不够专业的人提出的漂浮岛屿或行踪不定的礁石的假说已经被完全排除了。道理很简单，除非这块礁石内部装有发动机，否则它怎能以如此惊人的速度移动呢？同样，由于其移动速度极快，漂浮的船体残骸或大型沉船的说法也被排除了。因此，对于这个谜题，只剩下2种可能的解释。这2种解释将公众舆论明显分成了2派，一方倾向于认为存在一头力量巨大的怪物，另一方则相信那是一艘拥有非凡动力的潜水船。然而，后一种假说虽然终究可以接受，却经不住在2大洲进行的调查。一个普通人掌握这样的机械装置的可能性微乎其微。他能在何时何地建造它，又如何能对其建造过程完全保密呢？只有政府才可能拥有这种破坏性的机器。在这个人类致力于增强战争武器威力的不幸时代，一个国家在不告知他国的情况下试验这种强大的机器是不可能的。下塞波步枪之后是鱼雷，鱼雷之后是水下撞角，之后是反作用力，至少我希望如此。鉴于各国政府都发表声明否认，军事机器的假说也被排除了。由于此事关乎公共利益，因为跨大西洋的通讯正因此受到妨碍，各国政府的表态理应是真诚的。况且，如何能设想这艘潜艇的建造能逃过公众的眼睛呢？对于一个普通人来说，保守秘密在当前环境下已是难事，而对于一个其行动持续受到各海军强国监视的国家来说，则肯定是不可能的了。因此，经过在英国、法国、俄罗斯、普鲁士、西班牙、意大利、美国乃至土耳其进行的调查之后，水下监测船的假说被最终否定了。尽管小报不断嘲讽，怪物又重新浮出水面，于是想象力很快就沉溺于荒诞离奇的鱼类学幻想之中。我抵达纽约后，好几位人士看得起我，就这个现象征求了我的意见。我曾在法国出版过一本2卷本的著作，题为《海底深处的奥秘》。这本书在科学界颇受欢迎，使我成为了自然历史中这一相当晦涩领域的专家。他们询问我的看法，起初只要我还能否定事实的存在，我就坚持彻底否认。但很快，我被逼到了墙角，不得不明确表态。甚至《纽约时报》也点名要求巴黎博物馆的皮埃尔·阿隆纳斯教授发表意见。于是我开口了，因为我无法再保持沉默。我从政治和科学2个角度分析了这个问题。以下是我在4月30日那期刊登的一篇论据充分的文章的摘要。因此，我写道，在逐一审视了各种假说，并排除了所有其他假设之后，我们必须承认存在一种力量异常强大的海洋动物。
海洋的深处对我们来说完全是未知的，探测测深所尚未能触及。那些遥远的深渊里发生了什么？什么样的生物栖息在那里？又能在海面下12或15英里的地方生存？这些动物的身体构造是怎样的？我们几乎只能猜测。然而，我面临的这个问题可以用一个两难推理来表述：要么我们了解栖息在我们星球上的所有生物种类，要么我们不了解。如果我们不了解所有的种类，如果大自然在鱼类学方面仍对我们隐藏着秘密，那么承认存在体型构造基本上属于深海型的鱼类或鲸类，乃至新的物种甚至新的属类，是完全合理的。它们栖息在侧深所无法到达的地层，因某种偶然事件、幻想，或姑且称之为一时兴起，偶尔被推向海洋的上层。反之，如果我们了解所有现存的物种，那么就必须在已经编入目录的海洋生物中寻找讨论中的动物。在这种情况下，我倾向于承认存在一种巨大的独角鲸。普通的独角鲸，或称海中独角兽，其长度常常达到60英尺。将这个尺寸乘以5倍或10倍，赋予这种鲸类与其体型成正比的力量，增强其攻击性武器，就能得到我们所寻找的动物了。它就能具备香农号军官们描述的体型，以及刺穿斯科舍号所需的工具，和劈开船体所需的力量。的确，独角鲸装备着一种象牙质的长矛，某些博物学家称之为脊。这是一种硬度堪比钢铁的牙齿。人们发现过一些这样的牙齿插在鲸鱼身上，独角鲸攻击鲸鱼总是能成功。还有些牙齿被人费力地从船体上拔下来，这些船曾被他们像钻头钻木桶一样从一侧完全刺穿。巴黎医学院博物馆就收藏着一枚这样的牙齿，长2米25厘米，底部宽48厘米。那么，射响武器更强韧，动物的力量增大10倍，以每小时20英里的速度冲击，将其质量乘以其速度，就能产生足以造成我们所讨论的那种灾难的冲击力。因此，在获得更多信息之前，我倾向于认为这是一头体型巨大的独角鲸。它装备的不是戟，而是真正的撞角，如同装甲护卫舰或战争撞锤。它似乎同时拥有后者的质量和驱动力。这样就能解释这个无法解释的现象了，除非这一切并不存在。尽管人们有所瞥见、看见、感觉到，并遭受其害，这种可能性也是存在的。这最后几句话是出于我的怯懦，但我想在一定程度上维护我作为教授的尊严，不想过多地招致美国人的嘲笑。美国人笑起来可是真不留情。我为自己留了一条退路，尽管内心深处我承认怪物的存在。我的文章引发了热烈讨论，这使其获得了广泛的影响，并争取到了相当数量的支持者。此外，我提出的解决方案给想象力留下了空间。人类的心智乐于构思宏伟的超自然生物，而海洋正是他们最佳的载体。是这些巨兽相比之下，陆地上的大象或犀牛都相形见绌，能够产生和发展的唯一环境。液态水体承载着已知最大的哺乳动物种类，或许还蕴藏着体型无与伦比的软体动物和令人望而生畏的甲壳动物，例如长达100米的龙虾，或重达200吨的龙虾，或重达200吨的螃蟹。为什么不呢？从前的地质时代的陆地动物、四足动物、四手动物、爬行动物、鸟类，体型都十分巨大。造物主将它们住在一个巨大的模子里，而时间逐渐将其缩小。为什么海洋在其神秘的深处没有保存下这些另一纪元生命的样本呢？它从未改变，而地核几乎持续不断地在变化。为什么它不能在其怀抱中容纳这些巨大物种的最后变种？它们的岁月以世纪计，它们的世纪以千年计。但我
任由自己沉溺于不该由我滋养的幻想中了。够了，这些幻想，时间已为我变成了可怕的现实。我重申，关于现象的本质已经形成了定论，公众毫无意义地接受了存在一种非凡生物的观点，这种生物与神话中的海蛇毫无共同之处。然而，如果说有些人只将其视为一个纯粹的科学难题，另一些更务实的人，尤其是在美洲和英国，则认为必须将这可怕的怪物从海洋中清除出去，以保障跨大西洋的交通。工业和商业报刊主要从这个角度探讨这个问题。航运与商业公报、劳埃德报、游船报、海事与殖民评论，以及所有依附于那些威胁要提高保费的保险公司的刊物，在这一点上意见完全一致。公众舆论作出裁决后，美利坚合众国率先行动。在纽约，人们开始筹备一支旨在追捕独角鲸的远征队。一艘速度极快的护卫舰亚伯拉罕·林肯号整装待发，准备尽快出海。兵工厂向法拉格特司令开放，他积极地加速了其护卫舰的武装工作。如同常有的情况，从决定追捕怪物的那一刻起，他就再也没有出现过。整整2个月都没有关于他的消息，没有船只再遇到他。这只独角兽似乎察觉到了针对他的阴谋，人们对他议论纷纷，甚至通过跨大西洋电缆传递消息。因此，爱开玩笑的人声称，这个狡猾的家伙截获了某些电报，并从中获利。因此，这艘为远洋航行做好准备，并配备了强大的捕鲸器具的护卫舰，竟不知该驶向何方。人们的焦躁情绪日益增长。这时，7月3日传来消息，一艘旧金山至上海航线上的船只在3周前于北太平洋海域再次目击了那个动物。这条消息引起的轰动非同凡响。法拉格特司令得到的准备时间不足24小时，粮食已经装船，煤舱堆满了煤，船员全体到位，只需点燃锅炉，加热引擎即可起航，哪怕半天的延误也不会被容忍。而且，法拉格特司令本人也渴望出发。就在亚伯拉罕·林肯号离开布鲁克林码头前3小时，我收到了一封信，内容如下：致皮埃尔·阿隆纳斯先生，巴黎博物馆教授，纽约第5大道酒店。先生，倘若您愿意参加亚伯拉罕·林肯号的远征，合众国政府将欣然接纳您作为法国代表参与此次行动。法拉格特司令已为您备好一间船舱。顺治敬意 ，J.B. 霍布森，海军部长。